各位同学，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我们材料力学的内容。在我们第一个礼拜的课程里面，我们会为大家谈到下面这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正向应力跟应变，然后是材料的一些力学性质，弹性跟塑性的概念也会在第一个礼拜就跟大家介绍。然后我们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大家从可能小学时代就开始学的一个力学现象，就是胡克定律。最后呢，会讲到减应力跟减应变。首先就是正向应力的部分，为大家介绍什么叫做正向应力跟应变这两个非常重要关于轴向力的名词。大家可以在荧幕上面看到，现在有这样子一根杆件，圆形的杆件，那它的截面积呢是 A， 两端呢都受到 P 的作用在拉伸它，所以这整根杆件，如果各位学过静力学的话，就会知道它整根杆件都是受到一个 P 的拉力。正向应力的定义呢，就是把 P 除以 A。也就是说，它就是在一个断面上面每单位面积所受到的拉力或压力。那在符号上面，我们通常用 sigma 这个 sigma 来代表。如果你把杆件切开，那它好像就是材料上面这个断面上面的材料，每一个小点上面都受到一个这样 sigma 的拉力，每单位面积上面受到 sigma 的拉力。如果呢，你的分母 A 你用的是它被拉伸还没有变形之前的那个截面积呢，那这种我们把它叫做 engineering stress， 有人把它叫做工程应力。但是因为杆件它受到拉伸之后，你知道它断面积会有非常微小的一点缩小。如果你是用它变形之后比较小的那一个面积去当分母的话，那你除出来的这个正向应力，我们就叫做 true stress。那有了这个应力呢，相对应就是我们就来介绍它相对应产生的这个变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正向应变 normal strain。strain 就是应变的意思。那在符号上面，我们用一个这个 epsilon 来代表。那 epsilon 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杆件。例如说，它现在还没有受到拉力之前的长度是 L， 那受到一个P 作用之后，它当然就会被拉长。那拉长之后的长度叫做 L 加 delta。那 delta 就是它因为受到 P 的拉力所产生的一个变形量。我们把这个变形量 delta 除以它的原长 L， 这个呢就是正向应变的一个算法。如果你这个分母 L 你用的是变形前的长度，那一样它就会被叫做 engineering strain。然后如果你是用变形之后 L 加 delta 当做它的分母，那它就会被叫做 true strain。那有了这些关于正向应力跟正向应变的了解之后呢，我们拿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土木结构材料钢来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呢到实验场去看看，如果我们把一根钢不断的加拉力拉伸，在它被拉坏之前，整个过程会是什么样子？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各位在旁边看到的是一台万能试验机，那我们将利用它对我们的拉力试片做出一直拉伸的实验。那大家看到我们拉力试片的形状，它是两边比较大一点，那中间比较细。到时候两端呢，就是像这样子夹在我们的机器上面，然后呢，机器会不断的施加拉力，去把这一个试体拉长。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呢？它为什么不整根是一样粗的呢？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确保破坏发生的地方是在中间，而不会是在两端的地方。OK， 那这样子我们也比较好观察。各位现在看到这一个试片上面呢，有装了一个拉伸的量测仪器。在这个试片到达降伏点之前，因为位移的量很小，所以呢会借助这一个拉伸的仪器来量测它的位移量。那等到
接近降伏点的时候呢，我们会暂停实验，把这一个仪器拿掉，然后我们就由这个万能试验机本身对位移的量测来记录这一根拉力试片的位移量。那大家等一下在这个荧幕上面呢，也会看到一条曲线，这个曲线的横轴就是万能试验机的位移量，也就是这一根拉力试片到底被拉长了多少。那纵轴就是这个万能试验机所施在拉力试片上面的力量，所以大家就会看到一条力量跟位移的曲线。那看完实验之后呢，我们会回到教室里面，再为各位讲解这条曲线的意义。各位同学现在看到的影像，横轴就是我们刚解释的这个万能试验机的拉伸位移量，纵轴就是万能试验机的出力。然后呢，上面这边就显示出现在即时的出力的大小，下面这边就是显示出万能试验机的拉伸位移量。上面的单位是 kN 千牛顿，下面的单位是公厘 millimeter。然后呢，现在大家看到这一张图，它是它的这个范围呢，它是即时根据我们这些数字来变动的。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力量跟位移的关系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直线的状况。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位移跟力量的关系呢，已经从前面这一条比较有斜度的这一个线呢，变成平了。就是呢，我力量不用再继续往上加，可是我的位移量会一直增加。这一段平台就显示了我们这个拉力试片已经被拉到降伏的状况了。这个平台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叫降伏平台。所以这个时候呢，万能试验机它不用再继续多加什么力量，只要维持原本的这个拉力大小，这个拉力试片它就会自己不断的被伸长。这个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好像慢慢的力量又在增加了。它比之前很平的一个状态呢，斜率又稍微再高了一点点。大家也可以慢慢的观察我们拉力试片的外观上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在这之前，其实肉眼上面都看不太出来这个拉力试片有什么样的变化。但事实上，我们从荧幕上面的曲线，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一直在被拉长，而且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离原始的降伏点已经被拉伸了很远的距离了。这就是钢的一个非常有延展性的一个特色。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力量呢，差不多来到了204 kN 的一个大小，然后感觉都没有再一直往上增加，而且开始有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它开始慢慢在往下掉，就是我们的拉力试片已经到达它最大能够承受的一个拉力的大小。慢慢的，如果我们再继续的不断的把位移量增加的话，那最后这一个试片就会被拉断。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从外观上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试片的中间的地方产生了一个我们所谓的 necking 紧缩的现象，像人的脖子一样。然后我们的应力，这个时候我们的试片已经被拉断了。然后大家看到力量跟位移的曲线呢，有一个急速的
下降，在这边。那这个就是我们饰片破坏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紧缩的现象。好，它在这个范围有往内缩的状况，然后它最后整个被拉断。